我不是出了车祸被送进医院了吗？难道我穿越了？我穿越了，竟然穿越成了玄幻世界合欢宗里一个毫无修为的杂役。这是合欢宗的宗主。宗主，饶命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小子，我要送你一场机缘，等会儿我会把毕生修为和记忆全部传给你，就是有点副作用。什么副作用？你的记忆会消失。这是屁的机缘，这不就是夺舍吗？我怎么这么倒霉？刚穿越过来，就要被这个老家伙夺舍。不对，老子没死，我就知道，我韩义一个穿越者，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嗝屁？这老东西死了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完了，这穆婉霜可是合欢宗主的老婆，还是合欢宗长老。要是让她知道她老公夺舍失败，身死道消，不会替她报仇杀了我吧？妾身拜见夫君，恭喜夫君夺舍成功。啊！夫君，夺舍之后，你的修为难道突破到了圣境了？妾身现在竟然无法看穿你的修为。没错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夫君，既然突破圣境，不如今晚让我侍寝，让我好好瞻仰一下圣境强者的雄姿。瞻仰个狗屁圣境！你看不出我的修为，是因为我根本没有修为。算了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老子今天豁出去了。丁，恭喜宿主觉醒宗主系统，扮演宗主即可获得奖励。我居然还有系统！夫君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们继续。夫君，妾身昨晚伺候的怎么样？不错不错。但是我发现，夫君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完了，还是被他发现了吗？我发现夫君修为达到圣境之后，变得更厉害了。你这不是废话？他一个老头子能和我一个小伙子比？可惜宗主这种角色，装得了一时，装不了一世。我还是得想办法，赶紧跑路。拜见宗主。我操，这些都是合欢宗主老婆，这老东西吃的这么好吗？我怎么突然之间不想走了？宗主，不好了，天魔宗打过来了。什么？宗主，我们已经启动了宗门大阵，封锁了山门，你赶紧从后山密道离开。没错，宗主，赶紧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你们稍安勿躁，不必惊慌。昨晚夫君修为已经到达了圣境，合欢宗有夫君坐镇，天魔宗那些土鸡瓦狗根本不足为惧。我操，什么意思？该不会想让我去对付天魔宗吧？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？不行，我还是得走。宗主，你真突破到了圣境，水到渠成而已。太好了，不愧是宗主，这下我们合欢宗有救了。夫君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全听你的调遣。不急，我自有安排。对了，你们刚才说后山有条密道？没错，不过宗主已经突破了圣境，看来那条密道是用不上了。想必天魔宗短时间内也拿不下合欢宗，我得抓紧时间，赶紧从后山密道逃走。那什么，你们先忙，我要去办点事。恭送宗主。不愧是圣境，宗主竟然一点修为气息看不出来。殊不知道这是宗主，我还以为是个凡人呢。小点声，你这可是对夫君大不敬，小心夫君听到怪罪下来，你就完了。宗主这是去哪儿了？好像是后山。大敌当前，夫君去后山干嘛？累死老子我了！这后山怎么这么大？那几个女人说的密道到底在哪儿呢？站住！宗主，合欢宗守山弟子拜见宗主。原来只是个守山弟子，吓老子一跳，我还以为被发现了。不知宗主
来后山所为何事？哦，我听说后山有个密道，特地过来视察一下。那密道在哪呢？就在那边。好，你在这儿好好看守，我去看看就来。等一下，宗主，大敌当前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糟糕，果然还是瞒不住他们这些人。别藏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发现了。如果这都看不出来，我们岂不是傻子？还不出来吗？没想到合欢宗竟有如此高手，竟然能发现我的踪迹。我们也没想到，我合欢宗藏宝阁的看门弟子，竟然是天魔宗潜伏的天境九重高手。多亏宗主带路，我们才能发现，夫君果然老谋深算，竟然故意走路过来，顺便让我等跟上。我记得我这几个老婆都是天境6重的修为，即便联手也不是这个人的对手。哎，不管了，至少我的身份没有暴露，让他们慢慢打吧。你们知道怎么做了？只要这几个女的不傻，都应该知道要请人来帮忙吧。当然知道，夫君要亲自出手，我等只需旁观，见证夫君的英姿即可。宗主，赶紧出手吧。完了，我在他们眼里可是圣境高手，对方天境9重肯定要我来对付，但我是个凡人啊，这可怎么办？本尊乃是合欢宗宗主，已突破圣境，尔等小辈不配做我对手，束手就擒，我饶你一命。神仙保佑，希望这名头能唬住他。圣境？你真突破到了圣境，难怪我看不出你的修为。但就算你是圣境，我也不会怕你。完了，要死了！刚才我还在想，我藏得这么深，为什么会被发现？既然你说你突破到了圣境，那这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好吗？又来个大傻子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希望你不要做傻事。宗主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干他！夫君，留活口，他肯定知道不少秘密。夫君，交给你了。好家伙，我这是又要面临死亡了吗？啊，这家伙搞这么大阵仗，结果就是为了自杀。即便是你是合欢宗宗主，终究还是逊我一筹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识破了身份，却不第一时间将我斩杀，定是想要抓活口，让我说出天魔宗的机密。可惜你的心思被我看透了，我就是死，也不会让你得到一点关于天魔宗的情报。宗主神威，盖世无敌。没想到，他为了保守秘密，竟然自杀了。哼，他倒是挺有自知之明，知道在夫君面前挣扎是没有用的。宗主，你想要从他嘴里探出天魔宗的情报，刚才为何不制止他自杀？废话，那一定是夫君已经知道了。宗主行事果然不是我等能够猜测的。还请夫君你随我等返回宗门，召开宗门大会，将天魔宗机密告知于宗门高层。老子都逃到这儿了，现在又要回去，还我知道个锤子机密呢。开宗门大会，大家干瞪眼吗？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扮演合欢宗主找出内奸，奖励人境9重修为，是否领取？不领取？什么玩意儿？没有修为我还能装逼？要是真有了人境修为，恐怕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我这个宗主是假的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那什么，我们回去吧。在合欢宗卧底的田野死了，他可是天境9重的高手，而且没来得及向我们传递信息，说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抹杀的。什么？哪怕在我们之中，他也是绝对的高手，何人能够瞬间抹杀他？难道传闻是真的？
合欢宗宗主突破到了圣境，除此之外，应该没有别的可能了。如此强大的人物，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。诸位别慌，这是首领留下的法宝，哪怕是圣境高手，也会在他的占卜下显露出具体的修为等级。让我探知一下合欢宗宗主到底是什么境界，再做打算，要不要请求增援。不可能，宝镜显示合欢宗内根本没有圣境高手存在，连宝镜都无法探知，莫非合欢宗宗主真突破到了圣境？会不会他们真的没有圣境高手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如果对方不是圣境高手，那田野怎么死的？难不成你想说他是自杀的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传我口令，立即后撤300里地，暂停进攻，等待我方圣境高手的增援。天哪，天境九重，这几乎是圣境之下第一战力，对方竟然还好有宗主出手，不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肃静，宗主得知了极其重要的情报，还请大家仔细听着，绝对不能疏忽大意。宗主，请讲吧。不急，我自有安排。宗主，长老们，天魔宗后撤了整整300里。什么？300里地？夫君刚说他有安排，天魔宗就后撤了300里，难道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他已经对天魔宗出手了？宗主神威，盖世无双！宗主神威，盖世无双！啊，我又干啥了？咋就又神威无敌了？夫君，我们是否要乘胜追击？不行，你们是憨憨吗？这种小伎俩一看就是诱饵，一去包被团灭的。追个毛追！我是菜，但是我可不傻。那还请宗主将机密情报告知我们吧，我们即刻制定针对天魔宗的计划。天机不可泄露。并非是我不告诉你们，你们如果知道，反而会影响我的下一步计划。所以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，本座要回去准备了。苏莹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夫君，这是我做的一些点心，是我小时候跟我母亲学的。虽然你已经辟谷，不用吃饭，但这是我的一份心意，希望夫君你能收下。还真是雪中送炭，我都快饿扁了。手艺不错呀。对了，你母亲现在身体还好吧？我父母都去世了，他们都是被天魔宗的人杀死的。听说魂魄都已经被炼化了，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抱歉。宗主，不用说抱歉，是你给了我们希望。如果没有你的庇佑，我们全宗这么多人也都会死吧？是你救了我们所有人。我真的救了所有人吗？不说这个了，夫君，你这是要去干嘛？你的夫君正在想怎么跑路呢。苏莹，谢谢你的点心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就不会让天魔宗伤害你们。夫君，咱们是夫妻，说什么谢不谢的？是我的错，那今天晚上我就好好补偿补偿你。已经2天过去了，合欢宗为什么还没有追过来？莫非合欢宗有了圣境高手，就不想跟我们和解了？会不会是我们退得太快了？对方以为这是个陷阱呢？愚蠢！对方既然是圣境高手，你认为他会看不出来有没有陷阱？这是我天魔宗宗主亲自炼制的天魔鸟，可以伪装成普通鸟类，且不携带任何气息。虽然没有战斗力，但胜在可以传递情报。如今也只能让他探查一下那个合欢宗宗主到底是什么境界，然后再做打算。饿死老子了！这天杀的合欢宗真就一点吃的都没有。不行，再不吃饭，我真被饿死了。这荒山野岭的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吃的。
这不可能，此法宝根本没有任何一点气息，他究竟是怎么分辨出来的？而且看他那自信的笑容，就仿佛是在那里守株待兔，等着我们自投罗网一般，真是太恐怖了。不愧是合欢宗宗主，我们的所谓法宝，在他面前纯属班门弄斧。我们天魔宗谋划了这么久，眼看着要攻下合欢宗，难道要功亏一篑？事到如今，只能用那个东西了。这是我天魔宗镇宗之宝虚空神珠，捏碎此珠，可创造出一个压制圣境强者区域。太好了，有了此珠，那合欢宗宗主就算是有圣境修为，也不足为惧。可万一那合欢宗宗主的修为超过圣境呢？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。合欢宗宗主修为我们捉摸不定，就算是有了虚空神珠，贸然出手也是飞蛾扑火。有了，不如将虚空神珠交给我们天魔宗在合欢宗的卧底，让他们出手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，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就行。好主意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鸟，味道还不错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摧毁天魔宗情报打探，奖励引灵术，可以让不具有修为的人引出物品内残留的真气。引灵术，这系统脑子抽风了吗？胡乱给我发奖励。不过这引灵术好像还不错，凡人也能用，到时候偷几件法宝防身，指不定能用上。什么情况？那里不是合欢宗大殿吗？难道是天魔宗打过来了？我得赶紧回去帮忙。韩毅啊，韩毅，你想想自己说的什么话？你过去能帮什么忙？吃完再说吧。吃饱了才有力气看戏，过去看看热闹。燕三娘，你居然是天魔宗的卧底！可惜你们知道的太晚了。少得意，宗主可是圣境高手，等他来到，你们这些叛徒全得死！我操，这什么情况？宗主，你终于来了！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宗主，燕三娘这些人都是天魔宗的卧底，就在刚刚他们突然反水，攻上大殿，将我俩打伤。这合欢宗怎么这么多卧底？上次不是抓住一个吗？怎么还有这么多？燕三娘，宗主已到，今天你们死定了！不愧是圣境修士，来得这么快。燕三娘，你们真是愚蠢！你们天魔宗以为这样就能覆灭我合欢宗吗？可笑！要知道宗主可是圣境修为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们任何阴谋诡计都是徒劳。没错，他说的对，我杀你们不费吹灰之力，你们还不赶紧束手就擒！阿弥陀佛，上帝保佑，希望这次还能唬住这些人。我当然知道，我们这些人不是圣境的对手。什么意思？这些人既然知道打不过，怎么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？宗主，跟这些蝼蚁无需多言，赶紧出手吧。宗主，你是在等什么吗？合欢宗主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……完了，他们不会要和我同归于尽吧？这是虚空神珠，可释放领域，强行压制圣境修为。这虚空神珠专克圣境修士，你们不会以为我们会傻到没有任何准备就敢暴露身份吧？什么鬼？搞了半天，原来是个压制圣境修士的法宝，但关键我不是圣境，我就一个凡人，这些人不是在脱裤子放屁吗？什么？
我懂了，难怪宗主没有贸然出手，定是知道对方会有此后手。不是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咱们能别脑补了行吗？就算是他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如今他圣境修为被封，今天你们合欢宗所有人注定只有死路一条。如果不是他突破到了圣境，你们合欢宗早就被我们灭了。我也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俩杀了他，答应归顺我天魔宗，我可以饶你们一命，如何？你做梦！我合欢宗誓死不降，我们就是死，也不会伤害我们的宗主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只能亲自动手了。宗主，快逃！我俩替你暂时挡着他们。对，宗主你快走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们，宗主，我白金莲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来到合欢宗，待在你身旁。如果有来世，我还要你做我的宗主。宗主，答应我，好好活下去。莹儿，金莲，放心吧，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掉，给我上！等一下，宗主，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合欢宗的宗主。什么？合欢宗宗主早就死了，我只是一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。叶三娘是吧？如果只要我去死，就能让他们活下去，那你动手吧。宗主，不要啊！别哭了，你忘了，我说过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就不会让天魔宗伤害你们。哼，不管你到底是谁，今天你也必死！夫君，你没事吧？晚霜，陪我一起上！啊！我操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中毒了！可恶！你们什么时候？夫君神威，一切都在你的预料之中。什么？多亏夫君指点，我才能发现这些天魔宗的卧底，提前给这些人下了毒。什么鬼？我的指点？我有说过什么吗？不愧是合欢宗宗主，恐怕早已发现我等踪迹，故意等我们暴露身份，提前下毒，好将我们一网打尽。如此手段，当真佩服。给我闭嘴！不得不说，你们藏得够深。若非我夫君提醒，只怕今天还真要酿成大祸。晚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夫君上次开会说，他早有计划，不告诉我们会影响他的计划。原来是因为我们当中还有卧底叛徒。今日看来，果然如此。好家伙，你才是真牛逼啊！我在合欢宗潜伏100年都没有人发现，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，竟然会被识破。所以今天这一切，都是你安排好的吗？哼，以你的智商，还是太小看我夫君了。打草惊蛇，只能抓住你一个人，根本无法将你们连根拔起。所以夫君暗中给了我一个任务。不是，这段时间我每天不是在找吃的，就是在睡觉。我什么时候给他任务了？晚霜，宗主给你的是什么任务？你们可记得上次大会，夫君临走时拍我3下。所以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，本座要回去准备了。拍3下，叶三娘，我懂了，宗主这是在暗示你卧底名字里有个3字。这都可以？没错，我合欢宗弟子上把，
而名字当中有3之人，就他一个，这赤裸裸的暗示，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夫君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丝毫不差。随后在我的暗中调查下，果然发现这家伙有问题。宗主的心思竟然缜密到这种地步，我不信。合欢宗主，你怎么确定他就能明白你的暗示，提前下毒？我也想知道啊。我和夫君乃是多年的夫妻，夫唱妇随，心心相印。如果连这都看不出来，我岂不是白活了？宗主这是怎么了？定是合欢宗一下出现这多卧底，心力憔悴。本来我还想监视你一段时间，没想到你居然突然和天魔宗接触。原来如此，一切都是你们安排好的。错，这都是夫君一个人谋划，我只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。夫君之所以找我执行任务，也是因为合欢宗里我最擅长下毒，能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将你们一网打尽。我明白了，宗主刚才说什么自己不是宗主的话，其实是在胡言乱语，故意拖延时间，等他们身上的剧毒发作。原来如此，那这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宗主神机妙算，滴水不漏，妾身实在佩服。步步为营，算无一策，世间竟然还有你这种人，真是可怕。今日能栽在你手里，我燕三娘死得不冤。好想笑，但是得忍住。宗主神威，盖世无敌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肃清宗门奸细，奖励地境9重修为，是否领取？地境9重，还是再存存吧。不好了，长老，刚刚收到消息，我天魔宗在合欢宗的卧底全军覆没。什么？难道连虚空神珠都奈何不了合欢宗主吗？你确定全军覆没，一人也没逃出来吗？千真万确。天哪，如此一来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：那合欢宗主根本不是圣境，很有可能他已经突破到了地境。地境？这不可能吧？他这也突破得太快了，不合常理。如果他不是地境，燕三娘拿着虚空神珠都全军覆没，你如何解释？之前传来了消息，说此人只有圣境，显然是他故意隐瞒修为，想要扮猪吃老虎。还好我们留了个心神儿，没有贸然前往，不然岂不是要让他一网打尽？这个合欢宗宗主心机竟然如此之深，真是恐怖如斯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此人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，实力上无法战胜，情报无法探知，连计策也一败涂地，恐怕只有同为地境的宗主才能与他有一战之报。事情我已知晓，我会尽快赶来。在此之前，先行后事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让合欢宗知道我天魔宗的地有多恐怖。法拜见宗主。宗主不愧是真正的修行者，平时都不愿意飞行，这才是真正大道至简啊！说的没错，看来我们的修行之路还有很多要向宗主学习。尼玛，这是我不愿飞行吗？老子是不会飞啊，能飞我早飞走了。炼丹房没吃的，整点丹药补一下也好，说不定能长点修为。拜见宗主。宗主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没事，我只是单纯来看看。小心一点，
以防不必要的损失。小心一点，什么不必要的损失？炼丹炸炉这种小事，不可能被宗主所关注才对。宗主不会无缘无故来到这里，他一来到这里，就有人炸炉了。难道因为担心还有潜伏的奸细，所以宗主很多事情不会跟我们明讲，而是用各种方法给我们暗示？可是我没有婉霜姐姐这么了解他呀，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无需在意。什么？宗主说无需在意，也就是说局面在他的掌控之中。愚昧的我无法分辨出宗主的目的，那就把选择权交给他自己吧。大家都停一下，宗主在突破圣境之前，同样是一位强大的炼丹师，想必之后造诣更是精进不少。他老人家的指点必然比我的更有用。接下来就让宗主为大家演示炼丹过程，务必要仔细观察，这将是你们提升炼丹师的最大机会。啥玩意儿？我就是过来随便看看，偷点丹药吃的。我会炼个鸡毛丹啊！是刚才丹炉爆炸把这家伙的脑袋也炸短路了吗？金莲，我觉得有点不妥。对，的确有些不妥。这里的劣质丹炉怎么配得上宗主？来人，给宗主取高级灵药和9重凤丹炉。不行啊，只要一炼丹，那绝对暴露啊！得找个理由开溜。上厕所？呸！堂堂宗主会上厕所，怎么想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吧？宗主，你需要的东西已经到了。喂，我根本没说要想要这个，这丹药我不吃了还不行吗？让我走吧。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宗主这是在干什么？不知道，或许是炼制高阶丹药前的必要准备步骤吧。不过好像没见过白长老做过类似的事情。嘘，宗主行事其实你我可以预知的，我们安静旁观就行，千万不要打扰到他老人家。不管了，他妈的不就是炼丹吗？跟做饭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吧，反正都是生火煮菜。果然，大人物的炼丹方式跟我们就是不一样。难道宗主想要告诉我们，哪怕材料的配比完全不同，哪怕药理性难以调和，也能在炼制之中凭借自身的实力将它们完全中和，形成全新的丹药？不愧是宗主，真当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。没错，我越来越期待宗主究竟能炼制出一颗怎么样的丹药了。接下来该点火了，拜托了，不管是多小的小火苗，至少给我冒一朵出来吧。这竟然是9重凤真言！炸了好歹听声响，总比暴露我根本就没实力强一些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如此大的爆炸声！婉霜姐姐，9重凤丹炉炸了！什么？9重凤丹炉炸了？那可是最顶级的丹炉啊！没错，9重凤丹炉乃是宗门最珍贵的法宝之一，是何人如何冒失炸毁丹炉？是我。宗主真是太厉害了！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引动9重凤真焰呢。而且9重凤丹炉曾经正面承受圣境攻击都未曾损坏分毫，今日竟然在宗主手中毁坏了。没错，看来哪怕是9重凤丹炉都不足以匹配宗主如今的实力，所以才会可悲的炸炉。这是器材的问题，而非宗主的问题。宗主破境归来，实力更上一层楼，这破玩意儿根本承受不住。对啊，果然扮演老祖是个苦差事啊，一不留神就差点暴露了。没错，如今9重凤真言已经认可了宗主的实力，恭喜宗主收服圣言。恭喜宗主！基本操作罢了，你们也要好好努力。是。真他妈服了！我堂堂合欢宗宗主，3天饿9顿，过得还不如一个要饭的。丹药没吃到，还把炉炸，吓死老子了！还好这里还能抓几只野鸡打打牙筋。救我！
姑娘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这烤鸡真白。呸，是真香。荒郊野地的，姑娘家随地大小睡也不怕着凉，还是先带回宗门吧。等等，他好像跑到合欢宗境内了。不管了，进去要人。不可！听闻合欢宗宗主近日已破圣境出关，神功大成。那又如何？就凭我们2个圣境巅峰联手起来，就算是地境来了也不怕。到嘴的鸭子还能让他飞了不成？非也，你我2人合力才把那人重伤，费这么大功夫，绝不能前功尽弃。何况他身上藏着这么重要的秘密。哎呀，这儿又不行，哪儿又不行，到底怎么办？乌门主莫急，待我们携弟子休整几日，另做打算。算了算了，听你的。你是谁？我怎么在这里？我是合欢宗的长老，是我们宗主救了你。宗主？那个平平无奇、吃野鸡的男人，居然是合欢宗宗主？姑娘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睡了多久了？已经3天3夜了。你终于醒来了。宗主，这位姑娘刚醒来不久。果然是他。这人相貌平平，在野外干着偷鸡摸狗的事，怎么可能会是合欢宗老祖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丛林里白天热夜晚冷，还有不少豺狼虎豹出现，实在危险，我就把你抱回来了。什么？你还抱上我了？是呀，谁叫我人帅心善呢？我不忍心你一个姑娘在荒郊野外的。对了，不用谢谢我啊，行善积德是我应该的。什么？这是怎么了？宗主，我正想跟你说，这位姑娘身受重伤，恐怕危在旦夕。什么？果然，中了那2个人的合力一击，难逃一死。是谁如此不懂得怜香惜玉，竟对姑娘下狠手？我叫几个弟子去给你报仇。是，算了，他们2人可是圣境高手。圣境应该很强吧？算了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姑娘此言差矣，宗主不久前破境出关，神功大成，已踏圣境。他圣境？对，不像吗？不像。宗主是看起来比较平易近人。对了，双儿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？办法不是没有，只是什么？你快救他呀！宗主，你忘了，你主修的心法鸾凤和鸣诀，既是修炼的上乘功法，更是致命疗伤的神功。你们能救我？不是我，是他。他？鸾凤和鸣诀只能2名异性修炼，否则会有反效果。异性双修？没错。姑娘，性命要紧，那就请宗主不吝救我一命。看来做好事果然有好报。救你可以，可别说我占你便宜啊！劳烦宗主了。有请宗主。什么事啊，大惊小怪的，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报告宗主，宗门外发现青山派和玄机门踪迹，且来势汹汹。什么青山派、玄机门，让几位长老去处理就好了。宗主，穆长老已经在集结人手，只是青山派的灵掌门和玄机门的乌门主也来了。来了就来了，很厉害吗？林翠山和乌叶侯修为已达圣境巅峰，即将突破地境的瓶颈。你认识他们？等等，打伤你的难道就是他们？没错，就是他们打伤我。圣境高手来了，岂不是一下子就能发现我这个冒牌货？如果老祖觉得难办，我自己出去应付那2人便是了，绝不会连累你合欢宗。好啊好啊，你自己解决再好不过了。等等，还有这么多弟子眼睁睁看着我，这种时候怎么能认怂呢？银月，你放心，这事我一定替你讨个公道。合欢宗宗主，滚出来，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宗主，玄机门的乌叶侯，他来这里做什么？还要我们给他一个交代？
想必又是宗主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无需担心。区区一个乌叶侯，还想在我合欢宗翻起什么风浪不成？我们可是有宗主坐镇。啥玩意儿？还要给他们啥交代？这两个家伙是上门来要人的吧？我堂堂宗主在此，轻易的把人给他，岂不暴露我的实力？不行，迎客！听闻合欢宗宗主破境出关，今日特意前来拜访。跟他扯什么？把人交出来！人？什么人？合欢宗没有你想要的。说的没错。成功男人背后总有默默支持的女人，虽然我还不太成功。夫君这坚定的眼神是在鼓励我。自古天下能人异宝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有能者得之，没有得到，只能说明无能。差不多就行了。说归说，怎么还骂起人家了？唉，嘿嘿，夫君又注意到我了，这炙热的目光是在肯定我。果然，我就是这个世界上和夫君最契合的那个人。我们宗主运筹帷幄，所有事情既是上天之意，也是宗主之谋。你们两个少在这里兴风作浪，还敢恬不知耻的上门要人！我去你！停，差不多得了。大姐，你这是在帮我还是想我死啊？合欢宗宗主是吧？我要杀了你！新仇旧恨，今天就一并算算吧。真当我们怕你们吗？大姐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不打起来你不开心是吗？要是真的动手，对面两个圣境可是能直接把我们灭了。那就来试试。不是，各位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，和气生财，听我狡辩一下。好，不是，听我解释一下。少废话了，给我上！等等，此事因我而起，合欢宗宗主救我一命，已十分感谢。其他的事就不麻烦贵宗们了。那就对了，乖乖过来。区合欢宗，少管闲事。不会吧，宗主如此轻易就把人交出去了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如果轻易妥协把人交出去，恐怕我这个老祖也当不下去了吧。这个事我今天管定了。啊！你不用说了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我就说宗主不可能把人交给他们的。合欢宗宗主，你是在耍我们吗？别跟他废话，杀了他！银月是我们合欢宗的人，更是我的人。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把他带走，除非把我杀了。大家听到了吧？宗主不会放弃我们每一位弟子，哪怕只是一个新来的。宗主神威，盖世无双！宗主神威，盖世无双！什么？你的人？动手吧！这是什么情况？糟了，他要觉醒了！觉醒？
阻止他！圣婴蕴含的狂灵，若是觉醒，几乎半步地境。吴门主，你还好吧？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？连我的拳头也打不进去。难道说，他不仅仅是想把他觉醒，更没想到他的野心竟然如此恐怖？他究竟打算做什么？圣婴觉醒，若是融合在高阶丹炉，就会爆发出数倍于自身的威力。什么意思？看来合欢宗宗主是想以9重凤丹炉做载体，炼化圣婴作为傀儡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早有准备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被他算计了？没错，看来我们低估了这个合欢宗宗主。如此一来，炼化的圣婴傀儡只怕能拥有地境级别的战斗力。那怎么办？快阻止他！但是如此恐怖的力量，寻常圣境也只怕难以驾驭。这家伙就这么有信心，能把圣婴炼制？还一个个的都看着我干啥？这难道和我有鸡毛关系吗？话说我怎么动不了啊？看样子，他找到了应对的方法。我们要出手吗？不需要。炼化傀儡最困难的一步是会主动索取身旁最亲近的力量存在，狂暴地掠夺对方的力量作为存在的基础。若只是普通的圣婴觉醒，也只是半步地境，最多掠夺几成功力。现在他强行炼制圣婴，必然需要圣境的力量支撑。若他只是刚突破至圣境，被掠夺，必死无疑。你我二人，哪怕是圣境巅峰，若是被掠夺，也仅仅是保得性命无虞，重伤绝对逃不掉。短时间内绝对没办法再正常的战斗。那我们还不快跑！吴门主莫慌，这里与圣婴傀儡最亲近的圣境力量，莫过于那合欢宗宗主的，这是他绝对无法逃过的。咋回事啊？有没有人救救我呀？原来如此，所以他早已准备以自身力量硬抗傀儡的索取，真是自信啊！哈哈哈哈！兄弟，看来你我二人今日这番还真是来对了地方。来了，这就是炼制傀儡的终极步骤——圣境索取。哎呀妈呀，这是干嘛？死腿，快跑啊！宗主小心！放心，这肯定也是夫君的计谋之一。他果然打算硬抗傀儡的索取。哼！翠山，你这龟孙竟然敢骗我！门主，这什么情况？不应该呀！在场总共就3位圣境高手，我、乌叶侯，还有合欢宗宗主的。难道说，他修炼的功法足够在这种级别下仍然隐藏自己的气息？这实在太恐怖了！难道说合欢宗的宗主，他早就已经算到了这一切，所有的发展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吗？不好，快逃！韩兄，不，韩宗主，我愿意献上稳中50件，不，100件法宝。青山派也将永远与合欢宗交好，绝不背弃。
你也有今天。刚才不是嚣张的很吗？现在知道求饶了？我还可以帮你们抵御天魔宗的进攻，还有那紫极宗，只要您放了我，青山派必倾力相助。林老弟，你刚才不是还要取我性命？怎么转眼就这么客气了？韩宗主，刚才都是那乌叶猴挑唆，是他蛊惑我心智，我愿为您效劳，做牛做马，求您饶我一命。堂堂青山派掌门，圣境高手，原来也只是个贪生怕死之辈。不要啊！小老弟，别怪我不讲情面，我是真不知该如何救你。安心上路吧。拜拜。有没有人告诉我发生什么事？这什么青山宗和玄机门的就死了？宗主真厉害，宗主神威，盖世无双。宗主神威，盖世无双！宗主神威，盖世无双！恭喜宗主炼制圣婴傀儡。这就是圣婴傀儡，竟然一下子秒了2个圣境。恭喜宗主大破2大势力，我合欢宗威名必然再次扬名天南大陆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斩杀2名圣境高手，奖励瞬移术。此术无需消耗法力，凡人也可施展。瞬移术，这可比给那点破修为强多了，可算能省下。堂堂一个圣族，每天运动步数3万多，迟早得暴露。什么臭鱼烂虾，也敢来我合欢宗搞事情，犯我宗门者，虽远必诛。宗主神威，盖世无双！来个人汇报一下合欢宗最近的动向。也没什么大事，挑几件重要的讲给我听听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无非是我们潜伏在合欢宗的弟子都被发现了。啊？对，无非就是合欢宗宗主炼制了圣婴傀儡，轻易抹杀了青山派宗主和玄机门门主。什么？炼制了圣婴傀儡？林翠山和乌叶后，他们可是圣境巅峰，实力几乎半步地境。没错。首领，无非就是2个门派分崩离析，跟我们天魔宗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圣婴觉醒只是圣境级别的法宝，但是用来炼制傀儡，可爆杀出地境级别的威力，还灭了2个圣境巅峰战力，这还不叫大事？那什么事情叫大事？合欢宗那个人，看来是我低估他了。通知下去，推进100里地。是。合欢宗宗主，现在你又在做着什么谋划？哈，道友还真是好兴致啊！谁？这人谁啊？很强的样子。不对，这世界好像随便一个人都比我强吧？这好像也没啥大惊小怪的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在下董长安见过道友，此番叨扰确实有事所求，希望道友能出手相助。传闻果然不假，此人果然深不可测，连我都无法看透其修为。你太抬举我了，我有什么能帮你的？这家伙不会是在试探我吧？乖乖，我可经不起试探啊！道友，在我面前你就不要自谦了。我知道你根本不是合欢宗宗主，真正的合欢宗宗主已经死了吧？完了，我还是被人发现了。因为我和你一样，同样是重生而来。你虽然隐藏了修为，但是转世重生气息却隐藏不掉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好家伙，原来是因为我是穿越来的，被他当成转世重生的上古大能了。
这位道友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道友，别装了，我这次过来只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小忙。什么忙？瑶光秘境即将开启，我有个弟子想要进去历练一番，我放心不下，我想让你进入秘境，帮我照顾一下他。这种事你自己来不就行了？我正在闭关，不方便出面。现在和你说话的也只是我的一道分身，如果你答应此事，待我出关之后必有重谢。老子都自身难保了，你还让我照顾你徒弟，真是服了。但我现在好像也没办法拒绝吧，算了，先答应下来。行吧，我答应了。多谢道友。宗主，天魔宗那边又传来新消息了，请你速速主持会议。道友，要是没有其他事，我就先走了。道友慢走。师傅，这个合欢宗宗主区区一个圣境而已，如同蝼蚁，你干嘛要找他帮忙？蝼蚁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他和你师尊我一样强呢？这怎么可能？不然呢？你何时见过为师在别人面前如此低声下气？玲珑，你只需要知道他是你惹不起的前辈就行了。另外，在秘境当中，如果他有需要，你亦可秀助于他，以表达吾等善意。弟子明白了。宗主，不好了！据探子来报，天魔宗宗主不日之后就会降临，亲自指挥天魔宗进攻宗门。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有宗主在此，我等又有何可惧？天魔宗宗主来了，听说他可是地境强者呀，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。你们有宗主在这儿，倒是不怕，可是你们圣主怕呀。宗主，既然天魔宗已经决定不死不休，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。没错，最好宗主你亲自领队，让天魔宗那些人清醒清醒，知道谁才是这地方的主人。还没完了是吧？反击个屁！还想让我领队，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？不急，让所有人都稍安勿躁，我自有安排。什么？宗主，你又安排好了？不愧是宗主啊，想问题总是比我们快一步。夫君，我不太理解，如今天魔宗立足不稳，为什么我们不主动出击？因为瑶光秘境即将开启了，只能胡乱扯个理由转移他们注意力了，要不然这群家伙肯定要让我出去送死。什么？瑶光秘境从来没有听说过呀，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消息，宗主怎么知道有秘境将要开启？报！最新消息，山外山中突然出现一座秘境，天魔宗停止进攻，带人前往那座秘境去了。侥幸，还好还好。什么？还真有秘境现世了？是啊。难道这就是宗主所说的瑶光秘境？我懂了，难怪夫君让我们稍安勿躁，原来是夫君早就料到瑶光秘境开启，天魔宗会放弃进攻。宗主神威，盖世无敌！不是吧？这样也行？夫君，这种级别的秘境里面蕴含的法宝将会是万年难遇，我们合欢宗也不能错过，必须派人前去探索。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前去，怕是不好。既然这样，还不如去一趟，到时候让他们在外域探索，我找个地方睡觉，美滋滋。如此也好。不过切记，莫要与其他势力发生冲突，低调行事。至于秘境里核心宝物争夺，我一人即可，你们需以自身安危为主，我不想看到你们任何一人陨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行了，那你们就好好准备。夫君等一下。晚霜，怎么了？你还有事吗？夫君，此次秘境声势浩大，危险无比。刚才你说你自有安排，难道说你已经有了万全之计？我有狗屁的万全之计！我要不那么说，我能怎么？没错，到了秘境，我自有打算。至于什么打算，我也不知道，你自己慢慢想吧。这是何人？竟然和夫君一样，无法看穿修为。不对，夫君如此淡定，并没有出手防卫，说明这是自己人啊。晚霜，你没事吧？脸怎么突然白了？我操！什么时候背后多了一个人？走路没声的，吓老子一跳。拜见前辈。这人谁啊？我认识吗？我在合欢宗这么久，好像也没见过这个人啊。但是他叫我前辈，应该只是合欢宗的一个普通弟子吧？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受家师之命，前来拜见前辈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家伙应该是合欢宗某个管事的弟子吧？这是想让我带他去秘境捞点好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什么情况？我段玲珑好歹也是北斗圣主的关门弟子，
此番也算是代表师尊过来拜访，已经算是放低姿态了。没想到此人竟敢……玲珑，你只需要知道他是你惹不起的前辈就行了。难道此人连师尊都未曾放在眼里？莫非此人是仙境之上的天神境，甚至更强？前辈，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？你一个低级弟子能帮上什么忙？不添乱就不错了。我不指望你能帮上我什么忙，只要在秘境的探索中多出点力就行了。就这样吧。不指望我能帮忙，看来前辈确实很强，根本不屑我出手。是前辈，此人气息绝对在圣境之上，这种实力的强者在哪个宗门也是宗主级别的存在，可在夫君面前却只能沦为帮手。不对，难道夫君的实力已经超越了圣境？之前是我太小看夫君了。行了，你们好好准备，等会儿我们就该出发去秘境了。夫君，前方就是瑶光秘境入口。知道了。是天魔宗宗主方云鹤，他们果然也来了。奇怪，宗主释放了黑暗领域，这合欢宗宗主为什么没有任何表示？难道之前都是我高估他了？前辈，我贸然出手，还请你原谅。发生了什么吗？哎，宗主，怎么不继续释放领域了？啰嗦！老子想放就放，想不放就不放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黑暗领域竟然被瞬间敲散了。虽然现在只有地境1重的实力，可就算是地境3重来了，也无法如此轻易就驱散啊！糟了，看来宗主的领域是被对面驱散的。宗主，这下你该相信我了吧？这个合欢宗宗主修为确实深不可测。之前我已经尽可能高估这个合欢宗宗主了，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他。合欢宗宗主，可敢前来一叙？这个天魔宗主有神经病吧？我跟他有什么好聊的？可这家伙又是个地境的高手，逼急了他，一出手我可能就没了。算了，意思一下走个过场得了。那个，你吃饭没有？吃饭了没有？他这是在嘲讽我的黑暗领域不堪一击。不行，我得忍住，不能出手。他的修为深不可测，以我如今的实力，贸然出手必死无疑。吃过了。没想到天魔宗宗主还挺讲礼貌。那我们开始秘境争夺。开始吗？还是不开始啊？你说开不开始啊？我说，还是你说？够了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俩还有完没完？还不赶紧打开秘境大门！紫极宗邓惊鸿，仙隐宗呼延烈，这2个顶级宗门的宗主居然也来了，大惊小怪，不过一群蝼蚁而已。这人谁啊？开什么玩笑？让我一个凡人打开秘境大门，我有那个能耐吗？我对瑶光秘境并不了解，在这合欢宗宗主未出手前，我断然不可出手。若是意外暴露我只有地境1重修为，必然会被他当场击杀。邓惊鸿，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有本事你来！我来就我来。你去打开秘境大门。我吗？
宗主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哼，我只是个人境5重的小弟子啊。哼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真惨啊！还好我没有贸然过去，这要是过去，骨灰都不剩了。一个秘境大门，就把你们给吓住了。早不出手，做这家伙的弟子，还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怎么可能？以我地境2重修为，竟然也无法打开秘境大门。我来试试。这秘境当真如此邪门吗？什么？居然连他俩都无法打开！幸好刚才我没有轻易出手。这是没人能打开吗？那我打不开也是很正常的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都别进了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一群废物！放肆！你说什么？你们连秘境大门都打不开，你们不是废物，又是什么？我操！不是大姐，你没事招惹他们干嘛？还请前辈出手，打开秘境大门。不是，你能不能少说2句话？你这不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吗？好，我等倒要看看合欢宗宗主有什么手段，打开这秘境大门。算了，这个事只能硬着头皮上吧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我的手被吸住了？我真是无语了，怎么没人告诉我这秘境大门有问题啊？这合欢宗宗主在干什么呢？合欢宗宗主，不行就赶紧放弃吧，别硬撑了。哼，别献丑了，不行就赶紧下来。肤浅，你们懂什么？我夫君必然是已经找到了打开秘境的方法，正尝试着解除封印呢。没错，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，又菜又爱玩？你怎么，你还想动手不成？今天你敢靠近一步试试？信不信我夫君等会儿一巴掌拍死你？是谁给你的自信？竟然跟我这个地境高手如此说话？地境而已，很强吗？我警告你，还是老实点，别自找没趣。不对，看合欢宗这架势，丝毫不惧。或许这合欢宗宗主真是找到什么打开秘境方法。你们快看！他一个人就打开了秘境，这怎么可能？本就应该如此，我夫君打不开，那才有问题呢。刚才我说你们是废物，说错了吗？该死，这合欢宗宗主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？我记得之前他的修为不是卡在突破圣境的瓶颈期吗？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没想到合欢宗宗主竟然还是一位厚积薄发的强者。好险，幸亏刚才我没有出手，不然这会儿说不定已经被他打得魂飞魄散。宗主，
我们得罪了如此强者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宗主神威，盖世无敌！盖世无敌！宗主神威！宗主神威！盖世无敌！前辈真是深不可测，刚才就连我都无法看出他是如何打开秘境大门的，也难怪师尊会找到他在秘境里照顾我。走吧，我们也进去瞧瞧吧。等一下，这秘境是我夫君打开的，要进秘境也是我们先进，你们着什么急？你什么你？你要是不服，可以进入秘境跟我夫君聊聊。诸位合欢宗弟子听令，随我进入秘境。一群狗仗人势的东西！窦兄，慎言，这话可不敢乱说。如果让他们听见，转告给合欢宗宗主，恐怕会惹上大祸。我这辈子就没有这么憋屈过。看合欢宗宗主这架势，他的境界必定远超我等，说不定已经达到了地境5重，而你我只不过是地境2重，没必要。哼，他修为高就能为所欲为吗？不行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，必须主动出击。两位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有话不妨直说，别在这卖关子。我想与两位结盟，在秘境当中除掉这个合欢宗宗主。什么？你们应该知道，我天魔宗和合欢宗势同水火。合欢宗宗主如今突破到地境对我出手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先发制人。那关我们什么事？难道你们就不想知道合欢宗宗主身上的秘密？要知道，合欢宗宗主在不久之前连圣境都不到，可他却能在短短时间内，不仅突破到了地境，还很有可能到达了地境5重，这合理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合欢宗宗主身上有迅速突破的秘密？这么说，你是铁了心要跟他们作对了？没错。可他如果真是地境5重，他短时间内连续突破，境界不稳，肯定发挥不出地境5重全部实力。如果我们3人能联手，不是没有机会。两位，富贵险中求啊！难道这么说，你们就不心动了？这事我干了，我也加入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没想到还有人敢放开神识听我的流言，年轻人，你足够勇敢。哼，我这是放得开吗？我这是没得选好吗？哼，我去，你是人是鬼？我是谁？我不记得了。我忘记了一切，包括我的名字，我的身份。年轻人，可以请你……我拒绝。这家伙一看就是大麻烦，避免麻烦的最好办法就是连听都不要听。这种级别的任务，是我一个凡人能干的吗？我自己有几斤几两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我可以给你……我不要，我拒绝！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就是个弱鸡，战斗力不到我的渣渣，你赶紧放我出去吧！呵呵，没想到这世间还有如此谦虚之人。罢了，我决定给你个惊喜。好家伙，我都拒绝的这么明显了，这老头是听不懂人话吗？什么惊喜？
不是，你说的惊喜就是这玩意儿，我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？我也不记得了。你耍我呢？年轻人，只要你能帮助我回想起过往的记忆，我便能让你的修为直接精进10倍，怎么样？哼，别说10倍，翻上100倍又如何？老子不需要，你赶紧把我从这破地方弄出去！特妈的，老子0修为啊，0乘100倍不还是0吗？还想骗我，门儿都没有！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年轻人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？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。别给我画饼，有本事先给我来碗猪脚饭，让我尝尝。猪脚饭是什么？我没有这种东西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些强大的法宝。呵呵，那你有那种让凡人也能单杀地境强者的法宝吗？有。你说的当真？那你给我啊！你要是能给我，我可以考虑考虑要不要帮你。我也忘了，所有事情我都忘了。那你说个嘚儿！唉，行了，我要睡觉了，你别来打扰我。等一下，只要你帮我找回记忆，我不就能给你单杀地境的法宝了吗？好家伙，你这是在想空手套白狼啊！我不去，这秘境这么危险，说不定突然从哪儿跑出来一个人，都能把我单杀了。只要你肯帮我，我能保你在秘境内毫发无伤。我不去，你就是说破天，我也不去。你拜见前辈。前辈果然厉害，竟然这么快就到了秘境核心。这里是秘境核心，他不说，我还不知道，怎么只有你一个？其他人呢？我们进入秘境时被传送到了不同的地方，我也不清楚他们现在身在何处。好吧，等了半天，怎么只进来了个最弱的？你知道怎么离开这片核心区域吗？怎么离开？还能怎么离开？当然是走出去啊！不对，难道是前辈在提醒我，此地别有洞天？这里果然有问题。这怎么可能？以我的修为，竟然无法打开这道结界？难道这道结界防御力在仙境巅峰之上？我就知道这家伙很弱，可没有想到会弱到这种地步，连个结界都打不开。看来也不能指望他了。看来前辈是在试探我。难道说前辈在这里不走，其实是为了等我？前辈，是我无能，还请你见谅。这家伙倒是有些自知之明。行了，你闪一边，让我看看。这是秘境机关的控制法宝。果然如此，前辈早就掌握了秘境机关的控制法宝，随时都可以离开，留在这里就是为了等我。看来我能被传送到此地，也是前辈安排的。原来这东西是秘境机关的控制法宝，老东西也不跟我说清楚。前辈，这秘境太危险了，我能一直跟在你身边吗？这是想要抱大腿了吗？好吧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我合欢宗的弟子。
随你便，反正我也赶不走你。谢前辈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探索秘境的核心区域吗？这家伙怎么又菜又爱玩？算了，这里太危险，还是赶紧和晚霜他们会合吧。没错，你跟紧我就行，切勿乱跑。此地的危险，不是你这个层次的修炼者能够解决的。这家伙虽然弱了点，也不是很讨喜，但是我作为宗主，也不能扔了他吧？不是我这个层次能解决。看来这里的危险程度已经远超仙境，还是老老实实、寸步不离的跟紧前辈吧。没想到这秘境内机关重重，刚才如果不是我反应快，差点就陨落在此地了。不过我也算是因祸得福，得到了一本上古秘籍。什么？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。区区无用之物，怎能拦我修道之心？合欢宗宗主，你给我等着！等我练成神功，就算你是地境五重，我也能解决掉你。这是噬天之壶、雷电之杖，还有吞云画卷，这可都是不下仙境的强大法宝啊！前辈，你不要这些东西吗？破罐子、破树枝，还有一张画着鬼画符的破纸，我又不是收破烂的，要这些东西干嘛？这家伙怎么老是一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？你如果想要，可以自己拿走。果然前辈根本看不上这些破烂换色。是前辈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他还真去捡破烂啊！合欢宗的底层弟子这么穷吗？都捡上破烂了？唉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这种破烂你还当个宝似的？我身为仙境，用同等级的法宝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以后有机会，我给你找点更厉害的。真的？前辈，你不是在骗我吧？真可怜呀。不过答应给他一些低级法宝，就把他高兴成这个样子。前辈，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刚才那些东西已经够我用了，我现在实力太弱，还驾驭不了太强的法宝。原来你还知道你很弱啊！算了，走吧。不对，前辈刚才那话难道是在点醒我？在北斗圣地，我是北斗圣君的亲传弟子，在师兄弟眼中，我是天才，是骄傲；而在前辈的眼里，只是个弱小的弟子。前辈这是在告诉我，远没到骄傲的地步。这……玲珑，你只需要知道他是你惹不起的前辈就行。难道这才是师尊求他的真正目的？我悟了！你干嘛？怎么还不走？我突破了。不愧是前辈，这么短的时间便看透了我骄傲浮躁的本质。只是三言两语便能让我更进一步，多谢前辈。这又是什么情况？他突破跟我有鸡毛关系？小事而已，不足挂齿。前辈，日后若有需要，请你尽管差遣玲珑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走吧。前辈，你看，进去吧，年轻人，里面绝对有你想要不到的大机缘。我操，这老东西怎么阴魂不散，还跟着我呢？前辈，我们要进去吗？你还在等什么？
赶紧进去。这糟老头子坏得很，寻找记忆说不定只是幌子罢了，而这里面的东西才是他真正想要的。等会儿进去之后，不该碰的东西别碰，那不是你可以接触的。里面很危险吗？反正你小心点就行了。是。合欢宗宗主，我总算是找到你。不是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怎么，你怕了？那就赶紧把突破之法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笑话，前辈会怕你一个区区地境2重的蝼蚁？前辈不出手，肯定是因为他实力太强，一旦出手，恐怕整个秘境都承受不住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前辈难道是想说此人根本不配让你出手？这家伙怎么又开始了？这人到底什么脑回路啊？你们未免也太嚣张了！蝼蚁，见了我家前辈，你不跪拜行礼也就算了，还敢在前辈面前吆五喝六，我看你真是活腻了。说什么？我的个老祖宗啊！你别激他呀，这人脑袋尖尖的，一副易怒症的样子。你再说2句，说不定他真就动手了。玲珑，你无需多言。合欢宗宗主，我习得神功已不惧你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你地境5重的修为究竟能有多强。完了，这还玩个屁呀！虽然不知道这家伙实力怎么样，但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放肆！怎么回事？这家伙突然变这么厉害，是嗑药了吗？不愧是合欢宗宗主，没想到你身边随便一个弟子，居然也这么强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我不想伤你性命，你赶紧走吧。不管了，还是用老办法，先把这家伙吓走再说。前辈，就这么放过他，是不是太便宜他了？说什么屁话！你知道我俩谁放过谁吗？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我就不信我习得神功，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，还不是你的对手。你们去死吧！就先拿你试试神功的威力。小心！找死！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邓惊鸿怎么就死了？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？此人真是不知死活，前辈已经大发慈悲，放了他一条生路，他还非要过来送死。我操，这家伙是打不死的吗？怎么又活了？果然地境强者恐怖如斯啊！好险！刚才如果不是我使用了保命法宝，恐怕早已经魂飞魄散了。刚才那股恐怖的力量绝非地境，难道说他突破到了仙境？我明白了，合欢宗宗主，原来你根本就不是地境，你骗了我们。果然，我这拙劣的伪装根本瞒不过真正的地境高手，只要略微试探就能看出来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没必要装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不是地境。这人真是愚蠢，现在才明白前辈是在隐藏修为。你居然真被我猜中了，他果然已经突破到了仙境。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想问你一下，你我之间就必须生死相见吗？我跟你还有和解的可能吗？行吧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底细，那就来吧。看来我要大结局了。天妒英才，看来今天我要陨落于此了。他这是干什么？难道是让我臣服于他？我懂了，原来如此。我说之前前辈为何不对此人出手，原来是想要收服此人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我好歹也是堂堂一宗之主，难道只能臣服于他？我不甘心啊！可是眼下除了臣服，我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？我愿意臣服。什么情况？他刚才说什么？他愿意臣服？你真的愿意？
我心甘情愿。那你发个誓。他这是怕我叛变，逼我用神魂发誓。我发誓，如果违背刚才所说之言，甘愿五雷轰顶，神魂俱灭。不是你来真的啊？不是要我用神魂发誓，那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没事没事，既然如此，那刚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。前辈既往不咎，有如此胸襟，真是令人钦佩。行了，你也别拍马屁了。刚才我说我不是地境强者，你应该也听到了吧？唉，知道我是个冒牌货，这弟子应该也不会再追随我了吧？前辈放心，玲珑自当为前辈保密。你愿意给我保密？这真是患难见真情啊！知道了我是冒牌的，不仅不离开，还愿意为我保密。这家伙修为是弱了点儿，但也确实是个好人。看来回去用丹药砸，也得给这家伙砸到地境才行了。你放心，虽然我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，但是回去之后让你提升一个大境界还是不成问题的。什么提升一个大境界？我已经突破仙境，丹药和资源对提升已经不能有太大帮助了。提升一个大境界便是天神境了，如此难事，恐怕就连我师尊北斗圣主也无法办到吧。前辈当真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前辈的心意我心领了，但还请您酌情考虑，切莫勉强为我一个外人付出太多。玲珑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我和前辈非亲非故，这份恩赐我怕是承受不起啊。无妨，也不是什么麻烦事。还有你小子，虽然不是我的亲传弟子，但也不至于说是什么外人。不是外人？怎么还哭了？我不就是答应帮你提升一个境界，至于吗？前辈大恩大德，玲珑一定会铭记于心，永世不忘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起来吧。是。这样，你们俩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我进去看看怎么回事。遵命。遵命。可恶！竟然让我邓惊鸿堂堂一宗之主，地境修士，给他守门。你就老老实实守着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哼，你还真是忠心。难道你一点都不好奇那个密室里面有什么？前辈做什么事，我还没有资格过问。倒是你，还真是走运，竟然能被前辈看中，收入麾下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被逼无奈，臣服于他，屈居人下，难道还要高兴不成？不然呢？怎么，看你的样子好像很不服气啊？我可是一宗之主，地境修士。那又如何？你可知道前辈是什么人？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他不就是个仙境修士？仙境修士？那你猜我是什么境界修士？你是仙境修士？连我都要叫他一声前辈，你猜他是什么修为？这不可能！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你还记得刚才前辈说了什么吗？他说要帮我提升一个大境界，也就是从仙境提升到天神境。我就问你，世上有何人能办到此事？难道他其实是传说中的上古大能？前辈随便指点你两句，就能抵得上100年苦修。所以说，我说你小子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竟然还不服前辈。这么说，我臣服于他，不是屈辱，还是天大的机缘。以后我岂不是要一飞冲天？你也是够愚钝的，现在才明白过来，真是想不通，前辈到底看上了你什么？韩前辈必定是发现了我身上有过人的长处，慧眼识珠，才会赐我如此机缘。哎呀，倒是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差点误会了前辈。我应该早就想到的。怎么样，现在还不服前辈吗？不，我日后必定誓死效忠前辈，鞍前马后，在所不辞。孺子可教也。多谢道友提醒。又来了2个蠢货，等会儿你不要说话，看他们表演。是。
我感知到了他的气息，合欢宗宗主他就在这里。邓宗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哼，跳梁小丑！你身为弟子，你的长辈难道没有告诉过你要有礼貌吗？你一个弟子，见到我不给我行礼也就算了，还敢骂我！这人只不过是合欢宗的一个弟子，却似乎不惧我，莫非是有什么依仗？哼，你会对一只蝼蚁行礼吗？让我一个仙境后期，给你一个地境修士行礼，要是被人知道了，还不得被笑话个几千年？合欢宗宗主就是这么教导弟子的吗？跟他一个弟子废什么话？正好邓宗主也在这儿，我们干掉这个合欢宗主弟子，然后3人联手杀进去，打合欢宗宗主一个措手不及。真是2个蠢货！我当初真是被猪油蒙了心，竟然要和这2人同流合污，联手对付主人。今天你们敢往前一步试试？哼哼，区一个弟子，竟然大言不惭！你以为凭你一人能拦住我们吗？你们可以试试。什么？我奉前辈之命，守在此地，不许任何人打扰他老人家办事。难怪你有恃无恐，刚才还能扛住方宗主一掌，指定是合欢宗宗主给你什么法宝了，还真是狐假虎威。你以为凭借一件法宝就能拦住我？我只能说，是太嫩了。邓惊鸿，你……邓宗主，你疯了！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替我家主人教训你们2个不知死活的东西。主人，告诉你们，我已臣服于合欢宗宗主，他命我2人守在此地，今天哪怕是一只苍蝇，也别想进去。邓惊鸿，你竟然背叛我们！背叛？我这叫迷途知返，弃暗投明。那合欢宗宗主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甘愿臣服于他？你可是堂堂一宗之主，地境修士，你就不怕此事传出去，惹人耻笑吗？哼，你们懂个屁！如果他们知道我主人是何方神圣，我看他们谁敢信？恐怕到时候连你俩都会嫉妒我邓惊鸿运气好。疯了，疯了！这邓惊鸿，我可是彻底的疯了！邓惊鸿，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人当狗，居然还在这洋洋得意，那也看是当谁的狗？当主人的狗，那是我的荣幸。这就是仗势欺人的感觉，真爽！赶紧跑，他是真疯了。干得不错，还请道友等会儿在主人面前替我美言几句。好说好说，以后只要你将前辈侍奉好了，好处少不了你。是，那他们2人跳梁小丑而已，前辈弹指可灭，管他们干什么？哎呦！那个狗日的又在背后说我坏话。那个老头让我找的东西，不会就是这个吧？年轻人，撕掉上面的符咒，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这便是你指引我来到此地目的吗？看来你也不像是失去记忆的样子呀。这老东西肯定瞒了我什么东西，必须留个心眼。只要你撕掉符咒，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我要是不呢？永远也别想走出这个秘境。这是在威胁我呀！可我就是个凡人，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我必须这么做。终于上当了，哈哈哈哈！被封印数万年，我域外天魔终于重见天日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杀个痛快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操，这老东西果然有问题，
我好像把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放出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解开封印只有我的灵魂，我的肉体呢？是不是因为我只撕了一半啊？什么？你？该死！为什么不把符咒全部撕下来？这不能怪我啊，是这符咒质量太差，撕了一半就裂开了。不行，我无法以这种状态存在于外界，必须找个寄生体，至少得是地境层次。只能是你了！什么鬼？不要来啊！不要来啊！啊！主人，前辈，可恶！没想到你的修为竟然是……这是好了，我竟然没死。前辈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你俩刚才是不是看见什么东西跑出去了？他们要是知道是我把那东西放出来的，不会找我麻烦吧？看见了，那团黑雾，还说你的修为竟然是……这小子该不会又要反水了吧？果然，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。我都不敢相信，我们的差距居然会这么大。是啊，我们的差距这么大。前辈神威，盖世无双。主人神威，盖世无敌。不是，我怎么又无敌了？没想到，前辈进入瑶光秘境的真正目的，是为了解决为祸世间的域外天魔。没错，主人，你实在是太强了。没想到你只是稍稍出手，就将那个什么域外天魔打得魂飞魄散，只剩半缕灵魂，仓皇逃窜。不愧是转生重生的上古大能。这辈子说什么都要抱紧这大腿，说不定我很快也能突破到仙境，甚至天神境。他俩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前辈，那域外天魔虽然只剩下灵魂，也不是我能抗衡的，还请你出手灭杀。啥？前辈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妥吗？算了，毕竟那东西是我放出来的。我们先去找其他人汇合。此事因我而起，我自会解决。唉，又到了经典的走一步看一步的环节。遵命。长老，你看，那里有一把剑。宗主不在。所有人都不要轻举妄动。是。夫君，这家伙怎么会在夫君身边？不要误会，我现在是自己人。自己人？我已臣服你们的宗主，现在他是我的主人。什么？晚霜，把剑收起来。他说的没错，宗主神威，盖世无敌，竟然能将地境强者收入麾下。宗主神威，盖世无敌！行了行了，别喊了！你们怎么跑这里来了？前辈，不知你是？我是此地守剑人，距离我上次看到活人，已经有38000年了。什么？前辈，你守了这把剑38000年吗？没错，38000年前，域外天魔降临人间，此剑也应势而生。将域外天魔镇压在此地。域外天魔，传说竟然是真的。传闻在域外天魔突破封印之时，会有一位天选之人拔出此剑，彻底斩杀域外天魔。我在此地这么久，就是为了等待那位天选之人。天选之人？难道说的是夫君？我？天选之人，说的不是前辈，还能是谁？一点没错，只有主人才能配得上个天选之人的称呼。宗主神威，盖世无敌！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我竟然无法看出此人修为。守剑人，那假如我是说假如啊，没有修为或者修为不高的人拔出此剑无法催动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负责守剑，其他的事儿一概不知。行吧，那我试试吧。
看来你并非天选之人，数万年来多少人劫，也无一人能拔出此剑，你无法拔出也是正常。怎么可能？是假的吧？前辈竟然拔不出此剑，我也是看出来了，难道真是冒牌的吗？不用想了，肯定是冒牌货，我们都被骗了。没错，我就是个冒牌的宗主，假冒的强者。邓惊鸿和段玲珑都知道了我的秘密，现在马上所有人也都将知道我的秘密，强者的梦也该醒来了。我说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这是彻底被人识破了吗？老实交代，这剑是不是冒牌货？连我夫君都拔不出，这剑还算什么天选之剑？说的没错，不是说只有天选之人才能拔出此剑吗？现在天选之人就在这里，剑却没有拔出来。对，要不就是你有问题，要不就是这把剑有问题，反正绝对不是我主人的问题。这从来只有天选之剑选择天选之人的道理，你们这完全是歪理。你放屁！如果我夫君不是天选之人，那说明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天选之人。行了，拔不出来就拔不出来吧。前辈说的没错，斩杀域外天魔，为什么非要拔出此剑？我相信前辈就是不拔出此剑，也照样能斩杀天魔。啊，我是这个意思吗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主人刚刚赤手空拳就将域外天魔打得肉身消散，抱头鼠窜。所以说什么天选之剑，在主人眼里就是垃圾。没错，并不是这把剑没有认同夫君，是夫君没有认同他。既然他不愿意出来，那就让他永远待在这里吧。我夫君的荣耀不需要一把剑来赋予。宗主神威，盖世无敌。不管你们怎么说，只要能拔出这把剑的人，就是天选之人。哼，我只知道剑的意义从来都是由人赋予的，而不是人的意义由剑来赋予的。没错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悟了，前辈不拔出此剑，原来是想告诉我们这个道理。原来你们都在这里。天魔宗宗主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不是天魔宗宗主方云鹤，他已经被域外天魔占据了身体。没错，那2个人已经被我杀了，不要着急，接下来就是你们。大家快跑！好，看你们往哪里跑！域外天魔，休得猖狂！大家快走，不要影响主人，收拾这个域外天魔！快走！我操，瞬移术失效了！啊，你们这群混蛋，口号喊得震天响，跑倒是跑得一个比一个快。除了宗主，其他弟子都出来了。前辈果然还是决定一个人面对强大的敌人。这种级别的战斗，我们无法插手，只能祈祷夫君能够解决那个东西。放心吧，前辈的实力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哼，你拍马屁的实力也超乎我的想象。怎么还剩个最菜的没有走？这家伙不会是被吓傻了吧？一缕手剑的残魂还妄想与我为敌，真是自不量力。小子，接下来该你了。多谢前辈指点，让我在剑道造诣上更进了一步。剑的意义从来都是由人赋予的，而不是人的意义由剑来赋予的。能明白这道理，真难想象前辈对剑道到底有多深的领悟。都这个时候，就别说这些没用的，这都火烧眉毛了，我马上都快挂了。这家伙还在跟我聊什么鸡毛剑道，我懂个屁的剑道！你们2个说够了没有？你给我闭嘴！我和前辈说话，还轮不到你在这插嘴。你说什么？前辈，这次秘境之行多亏有你，我收获颇丰。尤其是你刚才故意不拔剑，让我对自己剑道有了新的认识。
宛如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。这家伙不会脑子有问题吧？我那是不拔剑吗？我那是根本拔不出来，好吧？够了，你俩是在当我不存在吗？蝼蚁，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看看我从前辈身上领悟的剑道。什么？好家伙，我说这个半吊子怎么突然间这么装逼？原来他就是天选之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到底是谁？这人死了。前辈，我献丑了。虽然我现在在剑道上的造诣还不如你，但是收拾他还是轻而易举。我的发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天选之人吗？真是恐怖如斯。搞了半天，原来他才是主角。你做得很好，多谢前辈夸奖。瞧瞧人家这格局，都这么厉害了，还叫我前辈，不愧是天选之人。不过，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。问吧，但是我不保证一定能回答。不保证一定能回答吗？难道是因为我境界太低，前辈才不愿意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问了。前辈，此剑本来该由你拔出，我已领悟了前辈所说的剑道，这剑也该物归原主。这剑你拔出来就是你的，以后好好努力，以后有机会我给你找点更厉害的。果然是前辈故意留给我的，真是好人啊，这思想觉悟，居然还想着把法宝上交给我。不过这玩意儿我也没法力催动，在我手里跟烧火棍没什么区别。多谢前辈，你的恩情我段玲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前辈，那我就告辞了，我们来日再见。你这是要走了吗？没错。想想也是，人家是天选之人，未来大有作为，怎么会一直待在合欢宗？唉，好不容易出了个德才兼备的弟子，本来还指望他守护合欢宗呢，没想到这么快他就要走了。那你走吧，以后记得多回来看看。我一定会的。唉，看来以后还是要靠我自己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扮演合欢宗宗主，合力斩杀域外天魔，奖励天境6成修为，是否领取？天境6重修为，还是先不领取了。不过斩杀这什么域外天魔，我好像没出什么力吧？不管了，先从秘境出去吧，别让晚霜他们等急了。主人怎么还没出来？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闭嘴！我夫君有盖世神威，收拾一个域外天魔而已，怎么可能出事？我就是随口一说。随口一说也不行，你根本不懂我夫君是什么样的人。这话说的有道理，我确实不知道主人真正实力。看他们这么有信心，看来是我多嘴了，我知错了。夫君，主人，你出来了。那域外天魔呢？那东西啊，已经被解决了。我就知道，一个域外天魔而已，我夫君弹指可灭。宗主神威，盖世无敌。主人果然恐怖如斯，竟毫发无伤的就解决了那域外天魔，而我却无法在他的脸上看到一丝波澜。幸好当初选择了臣服，不然估计我也无法活着走出秘境。行了，我们先回宗门吧。夫君，如今天魔宗宗主方云鹤已死，我们合欢宗难道不应该趁势反击，一举消灭天魔宗？对，一鼓作气，消灭天魔宗！消灭天魔宗！剿灭个毛线！这群人看来真是飘了。天魔宗不来找我麻烦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他们还要去剿灭天魔宗。再说了，那云鹤也不是我弄死的。此事之后再议吧。主人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愿意替你办了这件事。我差点把他给忘了。我记得这家伙好像也挺强的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天魔宗那些人的对手。主人，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不妥吗？我知道了，
什么鬼？他怎么又知道了？夫君，你不让我们轻举妄动，难道说你已经知道天魔宗他们还有什么底牌？禀报宗主，我合欢宗的探子刚刚传来消息，天魔宗有一位闭关沉睡的老祖苏醒了。什么？不是，他们还真有底牌啊！我要验牌。果然，天魔宗果然还有底牌。夫君真是料事如神。这件事，难道宗主已经知道了？没错，一切都在夫君的意料之内。我求求你个乌鸦嘴，能不能少说两句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天魔宗有一位沉睡闭关的老祖，这定是天魔宗极高的机密。宗主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先回宗门吧，这件事我自有安排。是。拜见天魔宗老祖。行了，灵虚子，你说说，那个合欢宗宗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。我和宗主一起进得秘境，宗主死里面了，我偷偷跑出来，我只有将那个合欢宗宗主说得越厉害，才能掩盖我的无能。禀报老祖，那合欢宗宗主手段通天，深不可测，我亲眼看见，他只用一招就秒杀了包括宗主在内的2位地境强者。那你可知道他是什么境界？仙境？哦不，也有可能是天神境。什么？天神境？不可能吧？如果他真是天神境，想要灭我天魔宗，那还不是弹指之间的事情。那就是仙境，就算是仙境，也是仙境巅峰。老祖，合欢宗宗主在秘境当中斩杀域外天魔，收服地境强者邓惊鸿的事情已经传遍各地，可见灵虚子所言非虚啊！该死，那方云鹤是傻子吗？为什么要去招惹这种人？如果此人是仙境，那我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可若他真是天神境，得罪了他，连我也得死。老祖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现在就分出一道神魂去合欢宗探测情况，等我回来，我们再做打算。你们这段时间老实点，告诉弟子们，千万不要和合欢宗发生冲突。是。弟子段玲珑拜见师尊。玲珑，你回来了。师父。不对，这气息……你到底是谁？我是玲珑啊，师尊。放肆！我徒弟玲珑的修为刚刚突破仙境，你是仙境7重，他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突破得这么快？而且你身上还有一丝剑道本源的气息，快说，你夺舍我弟子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是前辈，我的修为和剑道都是那位前辈在秘境里帮我提升的。什么？他不仅帮你提升了修为，掌握了一丝剑道本源，还将秘境里的域外天魔彻底清除了。没错。看来我还是小看他了，或许他的修为可能还在我之上。师尊怎么可能？你可是天神境啊！怎么不可能？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他能让你的修为在短时间内连续提升，还帮让你掌握了一丝剑道本源。说实话，这些事儿就连为师也无法做到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在他身边这么久，
始终无法看穿其修为。我就像是跟在一个凡人身后一样。大道至简，返璞归真，等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这下我算是欠了他一个大人情啊。那怎么办？无妨，能与这种大人物产生交集，也算是你我的机缘。等会儿我就亲自上门，向他好好讨教讨教。此番我分出一道神魂过来探查，就算这合欢宗修为是天神境，也肯定发现不了我存在。这就是合欢宗宗主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此人毫无修为，就是一介凡人，难道是我找错人了？不对，我见过此人画像，肯定是他。我要不要出手试探一下？不行，我要是出手就暴露了。倘若他是在隐藏修为，我就完了。算了，要不我还是先走吧。既然来了，你还想走？他这是发现我了？不可能，我只是一缕神魂，他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哼，该死的蚊子，扰我清梦。看来我还是对你们太仁慈，是不是该给一点惩罚呢？合欢宗的这些弟子整天也不知道干什么吃的，打扫房间的时候，房间里有蚊子，他们难道就没有发现吗？该死，原来我这一缕残魂早就被他发现了。难道他的修为已经超越了天神境？算了，只是一些小错而已，我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，就不计较了。看接下来的表现吧，要是还是这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是他给我的最后警告吗？还有他口中说的不客气，难道是指对付我，就像是拍死一只蚊子一样简单？前辈，我知错了。是谁？道友，好久不见。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你。完了，我之前好像答应过这老头，在秘境里照顾照顾他徒弟，我竟然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。他该不会是来找我麻烦的吧？道友，这气息是天神境强者，合欢宗宗主的道友都是天神境，那他的修为肯定比天神境只怪不低。这老东西眼神还怪好，这么小一个蚊子都能看见。蝼蚁罢了，不用管他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我此番前来是特地过来感谢道友你的。感谢我？这件天神境法宝叫做乾坤印，能逆转阴阳，搬山填海，还希望道友你能够收下。这逆转阴阳，搬山填海的天神境法宝就这么送人了？合欢宗长母这个道友到底什么来头？这老头疯了吧？我什么都没有干，他还送东西感谢我，我无功不受禄，这东西你还是赶紧收起来吧。道友这是看不上这件法宝。什么？这可是天神境的法宝，他居然还看不上？难道……如果我没猜错，道友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天神境之上到虚境，所以天神境的法宝对你已经无用了。什么天神境到虚境？这老头在说什么呢？他修为这么高，难道就看不出来我就是凡人吗？他没有否定，那就是真的。该死的方云鹤，他脑子有泡吗？为什么要去惹一位道虚境的强者？我还傻乎乎的过来探测情报。道友，既然如此，那这份情我就先记下了。等他日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我北斗圣主董长安必定不会推辞。什么？这人是北斗圣主董长安，那位转世重生的上古大能？前辈，那我也告退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刚才谁在说话？我是不是听觉出问题了？拜见老祖。老祖，情况怎么样？通知下去，准备向合欢宗投降吧。什么？老祖，难道就没有对付合欢宗宗主的办法了吗？老祖，那合欢宗宗主到底是什么境界？道虚境。什么？我们还是太小看他了。我早就说了，他修为极高，深不可测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道虚境？明明不久之前他连圣境都不是。我们可能都被他骗了。不到圣境，恐怕只是他想让外人看到的修为，或者说之前的合欢宗宗主只不过是个他在背后掌控的傀儡。这怎么可能？哼，怎么不可能？
我天魔宗都有闭关沉睡的老祖，难道他合欢宗就没有底牌吗？老祖，你去合欢宗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我刚踏入合欢宗就已经被他发现。另外，你们肯定想不到，我在合欢宗看见了谁？谁？北斗圣主，上古大能董长安。怎么，你是觉得我在说谎吗？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去合欢宗挑衅他一下，让他出手把你杀了。临死之前你就知道他是什么境界了。我不敢，不敢就把嘴闭上。我亲眼看见董长安和合欢宗宗主互称道友，董长安还送了一件天神境法宝感谢他。可是，他如果真是道虚境，天魔宗对于他来说挥手可灭，那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无动于衷呢？哼，你会在意脚下的一只蝼蚁吗？他无动于衷，这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我们天魔宗所有的行为，在他眼中只不过是跳梁小丑的行为罢了。天哪，我们天魔宗到底一直在和什么样的存在作对？好了，通知下去，3日之后，我天魔宗全体人员前去合欢宗，向合欢宗投降，臣服于合欢宗宗主。是。宗主，查清楚了，天魔宗的那个老祖是仙境修为。仙境修为，那不是比方云鹤还厉害？糟了，方云鹤死在秘境里，他们老祖不会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吗？请宗主下令，与天魔宗决一死战。请宗主下令，与天魔宗决一死战。请宗主下令，与天魔宗决一死战。不是，这群人疯了，没听见人家老祖是仙境修为吗？他们该不会是想让我对付那个天魔宗老祖吧？夫君，此次秘境之行，我们合欢宗收获颇丰，我和姐妹们都有突破。只要你将天魔宗老祖镇压，剩下的那些人尽管交给我们就行。他们果然是想让我对付人家老祖啊！早知道在秘境里就不该装那么多逼，搞得现在他们对我自信心爆棚。没错，天魔宗现在也就他们老祖是个麻烦，但是在宗主你眼中，他们的老祖也只不过是臭鱼烂虾罢了。宗主，下令吧。稍安勿躁，这件事不要着急。不是我不下这个令，是你们的宗主真的打不过天魔宗老祖啊！我去了，就是一个死。对付一个天魔宗老祖罢了，夫君能有什么顾虑？宗主，之前你说对天魔宗老祖之事自有安排，可这几天你都在合欢宗里，并没有什么行动，是因为时机未到吗？这个，对，就是时机未到。你们不要轻举妄动，时机到了你们就知道了。有个鸡毛时机，能拖一会是一会。宗主，你所谓的时机到底是什么？能不能向我们透露一下？对呀，现在合欢宗上下众志成城，都想将天魔宗除之后快，我们迟迟不行动，也要给下面弟子一个交代呀。行了，你俩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夫君说了等待时机，那就肯定有事发生。他让我们稍安勿躁，肯定也有他的理由。难道你们还以为是夫君怕了天魔宗老祖不成？还真是被你说对了，我是真怕呀。宗主，我们知错了。报，天魔宗老祖带着天魔宗众人突然出现在合欢宗附近。什么？可恶的天魔宗，他们居然主动找上门来了，是以为我合欢宗无人吗？宗主，天魔宗主动挑衅，你说的那个时机，我们还要等吗？这还等个屁呀！哎，看来这次是真要大结局了。要不还是跟他们坦白吧，让他们先走，我留在这地方拖住天魔宗那些人。其实我有件事一直藏在心里，想告诉你们，之前一直没有机会说，事到如今也应该跟你们坦白了。这是天魔宗老祖江峰。前辈，我回去想了一下，我和天魔宗全体弟子愿意臣服于你，臣服于合欢宗，希望前辈手下留情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你们真愿意臣服？这场面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？接下来他们是不是该发誓了？我等愿意用神魂发誓，永远臣服于前辈，臣服合欢宗，永不叛变。我明白了，夫君所说的时机，难道指的就是天魔宗会主动投降？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拿下天魔宗？果然，看来夫君早就开始谋划了。不愧是宗主，居然早就将大局牢牢掌控在手中。难怪刚才听到天魔宗众人就在附近，宗主丝毫不慌，原是胸有成竹。我们还真是瞎操心。刚才宗主说藏在心里的事，应该就是这件事吧？什么跟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天魔宗这些人是怎么想的，突然会过来投降。
前辈希望你能不计前嫌，之后我们一定会好好表现。好说好说。夫君，如今天魔宗已经被降服，你是不是该考虑延续子嗣了？对啊，宗主，要不今天晚上让我侍寝吧？还有我。好，好，好，今晚你们都来。你怎么来了？那什么，我师父让我问问你还需不需要道侣。